这类哈，这种罐子啊还算什么？但你像啊这个哎，都说这个姜太武大显，我们这次就有幸征集到一件还算是这个大气的一件产品了哈。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来说，就是想象一下哈，就是这个虽然也是一件这个乾隆时期的赏瓶哈，但是它的这个从这种以灌浆胎为这个造型的这种大的这种器物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基本上反正我是个人也是第一次见。有啥说啥啊。虽然说我这个从事时间也不是那么长哈，但是这个从事这个行业，但是相对也是有一些年限了哈。之前，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开品实物，可以给一下这个导播可以切一下这个近景图哈。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能切一下近景。切这个，对，但是有点反光，反光太厉害了。对，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细节，它还是中间有一些这个姜胎血呈现的这种开片。这个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它对比其它典型的那个姜胎来说，它其实一眼并不是那种。对，你打眼看上去它并不是这个姜胎的，但是你细看呢，它确实还属于这种灌浆胎的。而且它的这个在姜胎里这支的这个胎质还算比较紧实的了。对大家可以听它的一个声音，它跟常规的那个我们姜胎胎一听起来那种很松散的那种声音哈，就是它不聚音的那种声音，它是相对来说略紧实一些的。而且一般的来讲，姜胎的它这些开片什么都会相对比较多一点。你看这个，它其实釉面呀什么整个的是吧？对，保存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质量。但是这支呢，它虽然是我们写的是缠枝连纹啊，但是细看的话，其实还有这个赤龙。对，这种我叫夔龙或者赤龙，对，飞凤还有，应该都有。还是偏凤，对，就它属于这种就是龙凤串联纹的哈。是的。这还有还有翅膀类的哈，带有一些夔凤，还有一些夔龙，很高级，很少见。它的纹饰也比较多哈，大家看一下，有1层、2层、3层、4层、5层、6层、7层、8层，对，就是8层的这个纹饰，主体纹饰、分层纹饰，对，确实很漂亮，而且这个釉光打过来的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当时会出这么一个，就是说我一直疑惑要出一个姜胎的这种工艺啊，拉坯不好吗？姜胎有它的那个特点，它的那个胎质更细腻。比拉坯，然后反正姜胎也是有很多人喜欢这个品种，就它有它独特的那种感觉，是吧？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到了我是觉得哈，到了乾隆时期呢，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在明清两代啊，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时代了，因为它正好适逢这个康雍乾盛世之后的这个最高峰的时期啊，对，国库也充盈，然后当时的这种从中国古代继承下来的所有的这种制瓷工艺水平。基本上包括一些比方说宋代之后到明代，它失去的一些工艺，慢慢的在这个尤其是康熙，比方说一些那个什么散蓝釉红釉的制作呀，在康熙时期把它给复朝成功是吧？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到了雍正时期，比方说一些新工艺，从康熙买到雍正一些新工艺的创造，比方说包括这个再加上这个著名的督察官唐英所领衔的这个御窑瓷器的大生产大发展时期，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就是各种制瓷工艺在当时呢都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充分的一些体现因为在当时是有这个经济基础和这个包括它的技艺都能达到的那个时候也是我相信包括这个镜头之前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瓷器收藏或者经常研究一些瓷器的一些就是镜头前的一些师友吧你肯定也知道这段历史就是一个真的是中国瓷器的一个高峰时期那个时期已经不光是一些就是艺术水准在工艺上也是一个比较炫技的时代。那个时候出了很多让我们现在看来都非常就是惊诧的一些这个作品，比方说一些镂空的转心瓶焦太瓶这是绝对是鬼斧天工的感觉对，而且不仅是官窑，民窑做的也非常好。对，民窑的是一个大刀粉彩，对，其实今天看都很复杂。是。对，你们刚才在说的时候，其实我在看它几乎就是它每一个龙，它那个还有凤。它的形制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其实应该是之前是有一个画工的蓝本，然后它是有对吧？先设计，对，应该会有，对，我觉得是这样。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包括它上面的这个青花纹饰其实大家这个也不用讲很多，这种明显的呢，它是以这种包括一些点蓝技法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还是就是有追摹永宣时期那种风格也算是这个就是一种摹古之作吧对。
对，因为就是集蘑菇和创新于一体。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你说让我们就是什么纹饰繁缛复杂，对吧？然后它的工艺讲，其实这个没有什么讲头。对对对。但是主要就是它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没见过这样的一个姜胎做成这个形制的，对吧？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在姜胎里的质量其实是非常好的，对，这都在姜胎里绝对质量。绝对是，对对对，因为刚才其实这3个放一起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出它是姜，就是远。因为姜胎的这个瓷器呢，它胎质相对来说它虽然细腻，但是它很松散，它容易在烧制的过程中啊，或者说在以后的这种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这种它先天开片会有一些夹心，甚至夹心这种冲线的现象。对，其实你看，包括在这2件瓷器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只罐，明显哈，它有一些开片就深了，就是可能在烧制过程中啊。有些开片慢慢的随着岁月的这种什么，它逐渐氧化或什么，或者慢慢的它有逐渐这种开片慢慢加深的一些状况啊。对，那个双龙耳的杯子哈，也是这种就是姜胎，就是它的风格很明显。对，这只姜胎的质量和什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是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来调阅，因为这个真的是要见到实物，我觉得是要比照片和视频要有要漂亮。就可能因为是网拍嘛，如果可能比如说是大家买家是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的，我估计你如果收到以后会惊喜一点，因为它的釉面和釉光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反正这只瓶子就是自己来说哈，如果当然很可惜，这只口缘稍微有点磨了哈，上面瓶口这一块磨了。就如果这只完整的话，我觉得至少应该在，反正以我的估计啊，应该在个反正就是20多万到30万是肯定很正常啊。完整的话，对，这么少见毕竟是。反正这个就是口磨了，然后它底部可能是有个。这里就有啊，这里也有点就是稍微开片加深的一个现象在底中。其实这属于姜胎的一些正常现象啊，因为它这种呢，这属于先天的啊，不属于后天给它造成的一些损失。相对来说，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主要就是磨口。还有啥？还有没有了是吧？大家可以就是自己估量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市场价值啊，其实也很难得的哈。这也没法，没有什么可参照的。对，凭着自己喜好。好，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其他的这个姜胎，反正都在一起了，一起讲一下啊。不过这一件也是一个很可圈可点的一件。这个多少号？它这个是81号啊，81号，81号。这个首先非常小巧，而且造型呢非常别致，包括它这个轻料和这个画工那种点画法都是这个模仿宣德式。对，包括它这个款呢也是这个宣德年制的一个寄托款。对，这个确实造型也是其实就是那个把扎斗改造一下。对，是吧？对，是小尊可以说。对，小尊，对。就是它那个永宣时候的那个典型器嘛，对吧？对，是，而且的话，它这个龙耳做的也非常的细致，很生动，所以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文仿器。对，包括它这个轻料，其实模仿的已经很有宣德的那个。对，这只模仿永宣的那种类似那种苏玛丽星的这种对铁柱杆啊，或者那种深入胎骨的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像的啊。对，因为我们见大部分这个，你这种还是点燃的这种啊。对，它只是一个模仿一个大概，没有像这个轻料模仿的这么到位。这个很乾隆。对，这个是标准的啊。对，所以这3个姜胎在一起还真挺有意思的。你看这只呢，这是封面赏明这只呢，很标准的就是。就是乾隆风格，它是仿永宣是能看出来。这只呢属于就是雍正时期仿古还仿的比较好的，相对来说啊。这个就是猛一看的话，还真以为是那个对发色。对，而且的话，它这个还有一个寄托款。对，就是它这个比较特殊，它好就好在它带了一只特殊款哈。对。那这个的话，这个你刚才说是文房，你不觉得它应该不会实用？这个不太适合使用，对，完全没有美学和人体适用的那个。对，首先它这个作为扎斗肯定不可能，这么小的扎斗肯定那不可能。对，这么小它应该就是陈设在一个博古架呀，作为一个欣赏的。有道理，对，说的有道理，确实是。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这确实还挺可爱的。对。我感觉古时候的男人们每天都在设计的是怎么设计出一个玩具来。是。那我们讲讲这个。好，这种，然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然后看一下这只罐，大家看这罐子，为什么我说这正好这3只姜胎放一起还挺好呢？这只罐子也是一只典型乾隆时期的，像这种画法就是它很标准是乾隆的这种画法，小短的这种小短披马呀、小钉头村呐等等的，这就是很标准哈。这个就是雍正啊，其实它这种呢也属于从康熙晚期开始，从雍正到乾隆时期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了哈。这只呢也是一个姜胎的一个罐子，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只姜胎的特征呢就非常明显了，它周身的这种开片大家可以就是看得很清楚啊，可以从这个镜头前面看一下包括它这个口沿呢口沿的地方口沿这里有一些这个开片，然后包括底部还是非常明显的哈。这是一个，包括大家可以听一下声音我离我的麦近一点，对，发闷一点，就是它是很闷的那种就是这种就是标准的姜胎的那个特征
这个也是画这种就是通景山水啊，通景山水亭台高势哈，泛舟图啊什么的这种啊，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画片了哈。对啊，也是在无论是在公案子上啊，甚至有时候在一些笔筒上啊或者什么都能看到相类似的一个画片啊。啊，但是其实细看画的还是挺好的。对，其实还是画的非常细的啊。是的。好，那好，那我们开始换下一个。这个对，这个79号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79号。对，然后那个刚才有说它的毛病吗？刚才医师。有，就是这里口部啊、底部这种开片加深。那其实还好啊。对，我觉得这种的话不算是什么大的问题。但这个开片加深确实就是比较大了，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有点挡手了，开变成这种冲线模式。对。好，然后把康熙的先把这个明代，先把这个收一下。先收一下。啊，对，收一下。然后我们就有什么？这个5号哈，5号。我们讲一下这个反正就是接着这个什么，我们一起讲一下这个青花瓷讲这个标准的，就是这个5号哈。写了个明晚期，对，反正就是这种甲碗风格的哈，这个一个明代的一个这个盘子，大家可以看，对，这个最好是有个立架啊，立一下。你的手就是立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当然中国的青花瓷大家也知道哈，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青花这个成熟的青花瓷啊，是从这个元代开始产生的。虽然我们现在呢，随着近期这种沉船打捞啊，是吧？就是水下考古，还有这种其他地方一些考古呢，虽然有所完善，比方说我们能发现这个唐青花，南海沉船能看到是吧？对，还有包括扬州塔基还是什么地方，我说还出现过宋青花的这种对宋青花的一些瓷片什么标本，但是呢，就是准确来说，唐宋时期生产的那个青花瓷呢，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对，它跟后来的青花瓷没有明显的这个传承关系。对，它还是当时特殊时期的一些失潮品种啊，或者是说因为跟比方说因为钴料刚传入不久，它一些就是还保留有一些类似于这种防弹彩的那种烧造技法在里面的，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啊。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呢，我们现在就是从瓷器这种标准来说的话，还是以这个岩青花为主啊。然后也是从出现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成为这个中国瓷器界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产品啊。所以说那个包括到了明代哈，就是永宣之后成化之后到嘉万这个时期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虽然说，但是呢，就是青花料可能不一样，是吧？可能就是说到了嘉万时期呢，用的这个钴料比较多哈，它的层次啊，就是更加的这个，因为钴料的层次呢，它是有这种蓝中泛紫，好像是它含这个锰比较高一点啊，有点泛紫的感觉，就是它含铁量相对来说低。对，你说这个，大家很多初中都做过实验哈，这个汞锰酸钾哈，大家都比较了解。然后这呢就是晚明时期很明显的一个这个盘子，它是这个松竹梅生含三友也是比较经典的题材。但是这只有个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中间这个松树，这种它比较这种遒劲盘曲的这个文字它是其实有一个字在里面是寿字，很标准的这个就是嘉万时期这种有种就是因为松树嘛，大家知道这松树它长寿嘛，对，它会。可能这只盘子不光是说有这个松竹梅生含三友有这种文人气节在里面它可能还在当时呢有这个祝寿的这个寓意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明代时期的一个盘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背面，还有一个这是一个这个款也看不出是什么字，是符啊花押款类似而且它这个嘉万时期的这个花法上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勾边然后填色，一般这个填色会漫出来一点。对，会漫，这个也是呈现的非常。就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对，没错，刚才这个天宇补充这点也是非常好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这个嘉万时期的这种民谣作品它是双勾填色的时候它的这个颜色容易会溢出这个边框，形成这种晕显的这种效果。好像官窑也有挺多。对，官窑也会，对，所以我们这个就很明显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对，可以大家这个导播切一下这个镜头，切一下这个盘底它这边一个反光比较严重，其实包括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盘底这种挑刀痕修胎的挑刀痕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工艺特征其实这样看就能看出来，就侧着光看。好，就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好，然后下一件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康熙比较特殊的一个绘法技法的品种先看一下这个17号17号它后面为什么会有去写的编号呀？这个真不懂那大家看一下17号17号这只盘子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康熙时期
康熙时期呢，也是一个，尤其是到了这个晚明到顺治康熙，我们在这个瓷器的这个时代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称谓哈，就被称为明末清初这个叫过渡期或者叫转变期。为什么？因为从这个嘉靖以来的这个瓷器哈，我们包括对青花的一些提炼，以前这种水平法改为火煖法之后呢，也慢慢的对瓷器这个有它这个清料的这种提炼啊也更加好。还有呢，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到了晚明这个社会大动荡时期啊，这种改朝换代的一个社会动荡时期，就是很多这个因为官窑生产已经停滞了，很多这个当时呢这个就一定非常高超技术的这个人啊，从官窑里走出来，然后深入到各个民窑的民窑的大厂啊或者小厂里去啊，来从事继续从事这个瓷器生产，所以对这个时期的这个整体瓷器的这个生产，尤其是民窑瓷器生产的这个质量和规模，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和提高。同时呢，再加上这段时期呢，外销瓷就是定烧瓷、外销瓷品种的大量激增啊，也是这个民窑时期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这个时间呢，无论是在这个瓷器生产这个，尤其是民窑哈，瓷器生产质量、瓷器生产规模啊，包括出口外销的规模，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对。那同时呢，这个瓷器在这个尤其民窑瓷器的这个工艺这个大生产时期呢，它就是催生了不同这种技法啊，包括这个。披麻皴啊，对，我们所说的一般传统的技法之后呢，还新增加类似于这种披麻皴，披麻皴还有比较特殊的，还有那种迷点皴，各种技法也是虎皮皴都运用到这个瓷器，就是把一些绘画当中的一些技法哈，都深入到这个就是瓷器的生产中来哈。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它的很多的它是有个创作，对，一些新的一些创作，而且是最早的一批，就是你看民国瓷是，我觉得当时的其实民国瓷是受这种。就是他把画里的东西弄到瓷器上，对，尤其是在晚明啊，深受这种什么明清小说、明代小说、剧版画，对，然后也都借鉴到这种瓷器生产中来哈。是的。然后这件牌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一件这个康熙早期披麻皴的一件作品啊。披麻皴呢，以它特有的这种线条哈，这种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种长线条，这种它是非常考验这个就是这个。画匠哈，手稳不稳是吧？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基础功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标准。因为中国呢，就是我们虽然是主要是在瓷器，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联想一下，中国很多艺术它是有共通性的哈。对，比方说我们讲这个书法和绘画，那我相信啊，可能镜头前的一些老师啊朋友们啊，可能有些会对一些书法感兴趣的。我讲到一个词叫书画同源。那书画同源呢，因为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我个人呢，以前也是学过一些书画的一些知识的哈，包括这个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中国的传统的书法和绘画。哇，这么厉害！不，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书画同源这个概念哈，这在讲瓷器的时候也可以插入一下，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多方面了解一下。就是书画同源呢，它有2个含义在里面。第一个呢是说，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它都来自于中国这个新石器时代这个最早的这种刻画符号。因为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呢，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在刻画这个文字的时候呢，同时对这个，因为我们是更偏具象的，不是抽象的，对，可能对这些，比方说古代那一个猪，它叫雉是吧？你看古代的甲骨文也好，金文也好，它特别像这件东西，那就像这个动物的形象，对，所以呢，在延伸到以后呢，它往书画的方面发展了，同时呢，也向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文字也来发展，书画同源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它来源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哈。然后还有一个书画同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画所有的语言都来自于最基础的这种线条语言，就是你必须得先会书法啊。你书法的第一步呢，就是你的线条嘛，就是你的线条感，然后线条感对你的控笔啊，线条就是这个呢，就是说以前讲过一个概念，看古人落那个是落款哈，你看宋代是很少落款。那到了明代，尤其到了明代中晚期就开始有很多的落款。那我们可以在以前这个最早的这种书画作品尤其是绘画作品中国画作品比方说落款，它不会谁落谁画，它会落谁写。这张画也叫写出来的。书或者是或者落谁书。画上一般就是最早时候落款的时候，它会落这个谁写一般都是这样的。那书法就会写谁书大家可以充分了解到，就是这种线条语言艺术啊。所以说那个披麻皴呢，我们反正回来讲一讲，就是康熙的披麻皴。其实我一直都不太能分得清披麻皴还有什么斧劈皴对，其实披麻皴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这种线条就是像这种排列的密集排列的这种。对，密集排列的啊。它表现这种山石的质感。对，披麻皴呢主要是在尤其表现山石上面哈，就像刚才天宇说的啊，它这种
不规律性啊，这种质感啊，是一个非常尤其在绘画上啊，这个以前常规的一个品种，一个绘画技法啊。然后这个时候在康熙时期呢，也是一个兼容并蓄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肆的这种很多披麻皴这种作品的这种传世。然后这支盘子呢也是哈，还有康熙时期的这种胎釉质量，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是非常高的，这种锦皮亮釉哈，我们跟大家都讲过很多次了，也不再做很多赘述了哈。还可以上述一下实物，看一下这个镜头啊，这种这种它的釉面的这种质感哈，还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山石方面呢，它有用这种层次的这种皴擦的方法哈，还有部分这种晕散哈，非常好。对，而且我们见的品种里面，披麻皴相对的数量不是那么多对，虎皮皴什么相对要多一点。对，尤其是虎皮皴啊，但主要是它早期的时候用的还是披麻皴多一点。对，然后再来看另一件哈，对，这两件可以放在一起说。然后还有个16号16号这个尺寸要求比那个大一些。16号，切一下啊，16号这其实也是哈。那16号这只盘子也是，它也是一个虎皮皴，跟我觉得这只盘子跟刚才16号那只呢，这只盘子应该是差不多同时期的一个作品啊，只不过它这个规制呢有大小之分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只呢这个山石的披麻用的就更多，因为它这只盘子比较大，它表现山石的一些场景呢用的就更多一些，所以说这个虎皮皴在这上面的体现会更多一些。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包括还有一些有高饰，也是这个寄情山水之间哈。中国的无论绘画作品还是瓷器作品它都讲究这种绘画都比较有一些意境啊，也是体现了古代这种文人呢追求这种高山隐居啊、不问世事啊，可能就是寄情山水之间的这种一些高雅的这种情怀。对你刚才说就是书画同源，然后那个象形文字，我就看到了，这不就是吗？对，我整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而且这个披麻皴呀，它这个其实有一些抽象的美感。它那个山石，我看跟那个梵高画的那个星空啊，对，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还曾经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梵高的作品嘛，我还看过以前欧文斯通先生写的这个《梵高传》，就是我对梵高这个一直比较感兴趣，以前学书画的时候啊，然后那个讲了他很多的一些生平往事，然后就是梵高对，就像你说一样，他画这个星空也好，还是稻田也好等等，你看他一些绘画技法上其实有披麻皴的影子。虽然说它是一个用的材料不一样，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它其实也可以是东西方，他们可能没有交流，但是是一种共通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那种感觉。对，确实是。那顺便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次是不是直播拍，不是直播拍，是网络现实拍，是晚上7点陆续节拍，对，2分钟一件，就是7点开始第一件东西，然后新节开始。是，对，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拖到最后啊，尽早出件。对，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啊。这件呢是13号，13号这是一个文房的小暗缸文房暗缸，或者叫案头缸，这个什么意思呢？暗缸顾名思义，它是放在那个什么书案、画案啊，什么平东案、什么桥东案等等嘛，就是这种，在就是古代文人啊，其实说实话，就是作为当代人来讲，我们特别羡慕古代的这种文人。其实古代的文人雅士啊，他就是对自己的这种书房，哪怕是很简陋，他会布置的比较文雅。对。切到13号，好像还没切，还是我网不好。已经切了我的网这么不好。然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暗缸哈，这个暗缸也是一件户书的作品，大家可以看出来它有一个 U 型的一个吊毡，曾经还打过锯钉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打过锯钉，然后局部呢带有点内部吧，带有点小崩茬，一些抱釉啊到正面。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如意，就是这种如意云图哈，如意型的这种变形如意，然后里面呢是青花留白这种连纹的哈，一个小暗缸。这个暗缸啊，就是以前文人在这个案头的摆放，可以放一些，比方说其他的这个文房品或者是一些附属的用品，比方说我一个什么小画卷，对我就比方说放在或者折扇对，或者其实当然说它具体放什么呢？这个我说实话就是物尽其用，不是说你觉得它放什么，而是古人跟现代人其实在我们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它有些理念和什么是因为现在是生产发展，这个生产力是吧，科技进步了，但在当时我们古人跟我们时下的想法一样的，就是他放在案头，我想放个什么东西我顺手我就可以放，其实也没有说那么具体的一个用途，有可能他那个毛笔他不一定放到笔垫上，他可能顺手也可能放在里面了，对都是有可能的，那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一些简单实用的一些文房用具啊，比方说我随手写了个小信札，我可能也放那了哈，就是一个案头的一个用品。但是好就好在这种呢，它属于文房用器啊，它级别上来说要比较高级一些啊。对
古代人做东西可能不像现代人这么功利，对，必须要做什么用，对。但是它本身呢放了很多东西以后又是按头的一紧，对，就是这样，就是它也算是一个古代文人空间陈设的一件，这个还算是一个就是搭配的一个比较什么的有档次性的哈，或者有空间展示性的一件物品啊。但是确实是你不管是官窑还是民窑，官窑先不说啊，在民窑上来讲，它能够其实这些东西到现在，它其实在当时就是被作为一个陈设和把玩或者观赏的一个，就是成本比较贵的一个东西，也可能比如说是作为礼物的一个互赠，对吧？你像这种肯定它其实是用来陈设的，我们刚才的盘子，对吧？对，也可以用的，没事。这不太可能，我感觉就是首先，对，使用痕迹啊什么各种的。其实是这样，就是你看现在包括就前段时间有一个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啊，还是叫中国工艺博物馆美术馆应该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一个文房的展览叫庚戌文代因为也是一个好朋友他父亲主持策划的，当时呢我也去做这个志愿者帮忙去这个去做了一天的这个志愿服务工作，然后呢就是然后现在我这么说吧，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已经发展比较好了哈，在现在就是很多的人要崇尚这种古意希望自己比方说现在我买一个房子，我自己想搭配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其实完全可以按照一些古代的一些文明这种布置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做到像古人一样，你可以现在搭配现在的一些这个元素跟古代的这种器物呢一起搭配，我觉得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在里面。我们不一定说要厚古薄今，也不能这个是吧？也不能这个就是妄自菲薄，就是时代在进步呢，我们这种一些层次和理念也要进步我觉得就是物尽其用肯定是最好的。而且像这种就是你拿回去以后直接可以作为一个陈设的，就特别适合，不管是你是因为那个啥，你说现在在用或者怎么样，其实有些人会比较不舍得嘛。那其实作为一个空间的陈设，你把它比如说哪怕放花养鱼。对吧？有的那种是对它其实都很美，就是一个空间美学嘛。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件东西它既然被制作出来的，它无论是作为一个空间陈设也好，还是使用器也好，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在好好爱护它的情况下，让它发挥它的价值。这个价值呢，有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说从拍卖或者交易的角度，它可能是一个市场价值。但是同时，如果你买到之后你去用，它发挥它的价值，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好的。我们希望，当然这些物品就是流传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经过这么长时间还能传承下来，这个都是我们就是先人的一些真的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可能说这句话呢说的有点大，但是你想想在当时的这种社会生产力情况下，它就是如此。我们现在可能说觉得制造这一些东西比较简单了尤其是以前这个美国的福特公司把这个生产化就是零件化的这种生产推动革命进程的这个以来，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制作每一件东西。那个步骤，其实这个步骤我觉得反而是咱们中国人开辟的。虽然说福特公司把它是现代化制造业分批，比方说它制造一个汽车，我的零部件加工，这个工厂制什么，那个工厂制什么，它是也一个很大的东西。但是你看以前我们制瓷器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拉坯的我就拉坯，对吧？我画纹饰的就画纹饰，我烧窑的就烧窑。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中国发明的，对，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觉得我们的祖先还是非常有这个非常有聪明才智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创造力。是的，而且那天其实在跟几个藏家还有艺术家他们在讲，就是我觉得每一件东西其实大家一直在说不要把这个东西，当然它是非常值钱保值的升值的，但是你前提不要把它做成一个投资的一个东西。对，你看到它每一个东西的美，你就像我们在拍卖公司，其实不管是网拍还是什么，你征集的东西建龙，你也都是有自己的审美在里头的。对，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我觉得它有特点，我觉得它好看，我才拿过来。我们并不是说只要事前或者说它特别丑或者是就是还没，就怎么说呢？就是你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筛选了。是，不会我们说什么都拿过来。对，也就着这个一哲刚讲的这个也说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古董就是不光我们瓷器包括书画也好或者其他门类，比方说家具也好这个古代家具也好，书画也好是这个什么就是钱币也好还是这个铜器也好铜锣什么的，还是其他文房杂项各种的我们也不一一列举了，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投资的一个手段，真的，因为我说实话，我选的这个行业是因为我真的很热爱，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我可能只有我身边几个朋友知道一个什么情况。我当时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我家里人没有一个人同意，只有我堂姐一个人支持我。你选的是啥？就是这个艺术品投资鉴定这方面然后我是想说，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就是情怀在里面，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肯定还是很幸福的。无论说你做的这个东西最后你的成就或高或低，你不要让自己这个后悔。
后悔你的选择。反正我从毕业到现在11年，然后在公司从13年9月1日正式入职到现在马上满10年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决定啊，就是我是因为很喜欢这个才学的啊，不是说因为说我一定说，当然了。你喜欢这个学，同时它也能为你在一定这个生活上带来一定的这个回报。我觉得这是个两全其美的。没我从来不说这个什么挣钱是丢人的话，我觉得凭自己的这种一技之长来挣你的钱，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这个你说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挣钱没有什么丢人啊。然后呢，我希望大家就是你既然喜欢中国的古代这个艺术品，包括我们瓷器也好，一定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投资的手段。你要想想是你要从一个很喜爱的角度来选的。那他要付出一定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那个，就从此来讲，你要付出一定的这个彩礼才能买到它，这是肯定的。这个也是不容避讳的一个问题哈啊！但是大家想一定要从一个你自己喜欢这个角度去珍视它，去购买它，去购藏它。以后它来带来回报与否，那是以后的事情。你前期一定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投资。不要对啊。好。哎，我们是不是先讲这个？这个还没讲，也是这是康熙对吧？这不是这乾隆的。好，然后这个是30号哈，然后我们也接着这个讲哈，就是刚才这个讲青花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比较重要的一个它都属于釉下彩瓷哈。对，釉下彩瓷呢，除了青花，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品种就是釉里红。对，然后还有一个两者结合的品种就是青花釉里红。那青花釉里红的品种呢，在这3者中哈，应该是相对来说最难烧到的一个品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釉里红的这个颜色，它成色它。动不动就黑了，对，就容易烧到方面，它容易这个因为烧到基础还有那个对温度要求非常高。好像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介绍什么，它对这个气温的上下这个浮动只有什么0.03%还是50%，好像1000度中的50度啊，反正它是比较敏感的，因为铜离子比较敏感和活跃啊。好像高了以后就是变黑了吧？对，烧白了，就烧飞了，灰了，对，灰了嘛？对，灰了。低了之后它容易烧黑和烧灰烧高了之后容易烧飞了，就是烧飞白这种绯红现象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呢，就是一件这个青花釉里红的一个作品虽然是一件民窑作品，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也讲过，因为这个呢，除了纹饰之后呢，后面还有一个相应的一首诗，也是这个对这个可能说对这个梅花这种就是富含文人情节因为它到了冬季哈，迎寒而立哈，对，它这有梅有竹，算是这个梅竹双青，是的双青的，双青，而且这个字书写的非常漂亮，而且这个形呢也非常好，应该算是公式碗。对，类似于那种公式碗。对的，这个是有书法功底的呀。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还配有这个诗文。然后这件呢是一个乾隆时期的作品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款，是乾隆的本年款。对，本年款，也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品种。这种呢，反正在常规的这种拍卖或者什么上，还是能偶尔能看到的一些品种但是青花釉里红呢，这个在一起就是这个呢也能看出来釉里红稍微烧的就是灰暗一点。我们也不用避讳这个。然后还有一条冲线，这里有一个老的这个金线，应该是有一个小颗金线的。但这是乾隆时候这个风格，我觉得还是挺少见的吧。还是我也还算可以。好 ，OK。好，大家可以看一下30号这件多关注一下好，那你讲下面那个。好，然后我们再讲一下这是大盘子这大盘子也是我们这期相对来说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件拍品雍正时期这个大盘，其实大家一打眼就知道了我相信镜头前很多室友一打眼就知道，这就是标准雍正仿永宣的。对但是它是民窑仿的。对民窑仿的。包括在3代时期雍正尤其是仿这种永宣这种大盘它是仿的相对来说比较质量也好，还是仿的这个尤其有一部分的这种仿品，仿的非常非常好的。对，有一些我不知道就有没有喜欢逛博物馆的一些朋友然后我是经常就是有事没事我说爱去逛博物馆。我最大一个爱好就是到了当地，我不是说先去旅游或者先去什么当然找美食我也喜欢就是我一般到一个地方我就先搜当地博物馆，我特别喜欢逛当地博物馆。为什么？我觉得博物馆是你了解当地这个社会面貌、风土人情也好还是这种社会变革也好这个最基础的最好的一个地方。你现在是这个爱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就基本上就没有之一所以你大家没事的话，就到一个地方，就除了旅游，就上什么网红景点或者什么网红美食打卡之外，我建议大家也去博物馆走一走。大家可以看就是我在博物馆见过，包括那个首博、国博，就见过那种雍正官窑仿永宣能仿到一级好的，就是你一般而言，像这种我们是行里人肯定一打眼就知道这个是本朝的是吧？
就是雍正仿的。还有那种仿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它放在那里，你如果不是仔细去看，你就认为它就是永乐本朝的。我相信那个竞逐前很多师傅您都见过啊，在博物馆就见过类似的，或者在书上。对，那种比较见的多的是那种一束联啊，对，尤其是那种一束联的啊，就仿的会特别好啊。对，但是我们还是能根据它的一些太有特征啊、细微的一些什么，还是能看出来啊。对，那这只呢，大家可以看看，是一个很典型的啊，就是仿这个缠枝这个花卉的这个一个大盘子啊。它也是利用这种点蓝的技法，模仿永宣时期这种青花这种布料哈，这种铁锈斑也好哈，这种层次感也好哈，包括它这个花卉的布局，这个宣德永乐宣德时期应该是有一样的，对，就是这种布局的，它都是以那个为母本来做的啊，非常漂亮，而且它这个底的处理也是这个非常细的这种沙底，也是想模仿永宣那种细沙底啊，对，也是很像，我还是会更喜欢刚才那些。我喜欢明末清初的，每个时代的这个什么审美或者什么也不一样。包括看它在外部也有这种纹饰啊，缠枝莲的这种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而且是一个大器，一个大盘，而且这是盘这个形制还很规整啊，就是这么大的器，就基本上就不怎么失圆，相对来说已经很规整了啊。瓢好像也还好是吧？基本上就不怎么瓢了，有一点点有个别，但是这个在这么大的一个盘子中，因为属于很正常一个现象了哈。就是大盘会更难烧造，就是它从拉坯的时候就是有难度，对，因为离心力嘛，对吧？对，这种东西。反正这种一般这种盘子就是像比较完整的哈，就卖过10几万一块的，就这种呢，好像是有条冲线，反正这种盘子我们我记得有一年也卖过一只带冲线的一只盘子啊，就也是这一类，当时卖过4万多，对，虽然我喜欢刚才的明末清初的盘子，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还是更值钱的。也是每一个都每个不同的这种市场价值啊，市场价值来讲，还是它表现力更好嘛，对吧？哇，说的这么有艺术，对，是，真的挺好，主要是质量也很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底部哈，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换另一个，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市场价值表现好呀，要不你来讲啊，乾隆不是你让我讲点什么画片的，我会有感觉，你知道吧？那我就凑合的讲一下吧。那个首先这个大家这么一看的话，也会发现它跟别的不一样的就是折颜嘛，对吧？折颜的话，其实在我们上来讲的话，它的工艺难度又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是要比那种普通的就是它的那个撇口的呀那些都是要复杂一些，烧造难度呀各种的。然后呢，那纹饰的话，就是其实是最常见的这种的缠枝莲。但是我觉得，正因为它是有了这个折颜，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设计感的，整个的，对吧？对。盘心，然后完事儿以后，如果要是说，你看这个就是美学。多少号？哦，多少号？这底下有底下。26。26号。对。所以就是一个美学嘛。这样的话，你看它的主体纹饰就是在盘心展示了，对吧？然后这种的，我就觉得那会儿的一个疏朗有致吧。然后它是有设计的美学，其实是在里头的，表现出来，对。然后这种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你观赏也很好看。那其实作为在家中，对吧？你上面盛放一些水果，对，有一些人家可能会有一些供奉，对吧？对，或者是作为摆设，其实都好看。上面放着比如说佛手呀、什么石榴呀、铁瓜果，对吧？来人尊贵的客人来了以后，说来拿乾隆的来招待你，是，对。而且它这个布局也有那个摩尔谷的那个，对，也有。但它这个就很有意思，不是像那个明确的模仿永宣，它这个呢有永宣的影子，也有嘉万的这个影子。对。而且呢，它加入了乾隆本朝的对它的那个纹饰的另一些概念，一些就是巴洛克风格的缠枝那种感觉，对吧？对吧？稍微借用西方的这种影响啊，对，所以就是它就是有自己的设计在。其实包括这些就是轮花什么的，对吧？对，这些就是还是都每一个还是有一个那个。然后就是也是像你说那个刚才天宇说的，它有仿苏麻林青的那个有，而且还有模仿那个嘉万时期青花的这个特点和感觉，有点晕散，对，有点晕散，是确实是，也有嘉万，然后后面它是落了一个本年的款，本年款，对，大清乾隆年制，是的，对，这个也很难得。我前2天有一个老师过来，他就是从2年前他就开始着重收藏这些带本年款的器物，明白。他也专门看一下是吧？对啊，所以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对，这个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就是这一个折颜大盘嘛，另一方面它还带着乾隆本朝款。对，是的，关键是这个纹饰的话或者怎么样，就是它也不是说是那种非常常见的那种常规的东西，对，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这点确实挺值得关注。是的，而且这种图案化的东西很有那个官窑的这种官样。对，这种就我们俗称的叫民仿官嘛，民仿官。其实有一部分乾隆时期的这种民窑啊，在也在这个就是仿制这种官窑的一些画片和花样，啊，甚至有一些质量还算挺好的。那我想问一下，谁去仿这些有钱人吗？这个可能也是他当时因为在乾隆时期，像这种的官窑呢，就算是官窑，它其实有一个词儿叫缴获，就是官窑中生产的画的不太好的东西，也是可以流入民间的。对，因为它这种画片，它不是画的那种什么五爪龙呀，或者是黄釉的那些东西，老百姓是可以用的。对，所以有一些达官显贵，他看到那些官窑就会有一些购买的这种需求。对，所以当时有一些很好的这种民窑厂，它有可能会拿这个一些官窑来这个仿制。那皇帝知道吗？是允许的，是允许的。他对，就刚才当时这个乾隆对这个唐寅有一个批示，就是到后期好像就连五爪龙都可以了。对，它是有记载的。对，就乾隆对，当时这个唐寅问过这个乾隆，对于这些东西该怎么办？然后乾隆就说呢，这个黄釉的还是不能放开，但是五爪龙民间早就有了，所以就无所谓了。明白了。对，其实就天宇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收藏啊，有些民间的一些爱好者都有可能有些误区，比方说这个民窑是在当时不允许流入民间啊，什么五爪龙是肯定是皇帝用的，也不一定的。对，民窑你也能看见五爪龙。也是有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误区什么，其实明清两朝这个瓷器管理比较严格，是明朝比较严格。对，是明朝严格，是不是他连瓷片都不允许流入民间的。但是尤其到了这个清代，尤其乾隆朝开始，有一部分就是刚才天宇补充这个是，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知道的。对，我们明代说严，其实也是明早期严。对吧？早期中期都挺严的。对，因为到嘉万那会儿不是已经管大对，就那个是比较严。对，是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就民窑仿官的民仿官的一些作品还是有的。对，甚至还有一些作品，我们现在就说到底是官窑还是民窑，我们也分不清，就是甚至在这个市场上一些行家里成为一些二级官的一些作品。对，你也不好去甚至你到现在有些都是一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不能100%一定要确认的，还是有争论的。对，还有争论的。就比如说一些画缠枝莲的，包括就光绪时期款写的很好的。对，很难分的一部分。对，是因为这个的话款还是很好分的。对，但是这款在民窑中已经算写的很好了。对，就是买东西呢，除了要区分这个官窑民窑呢，我们说买一件东西啊，或者你喜欢一件东西，一定要从它的这个就是审美工艺来出发，这个是我觉得是差不了。这个绝对差不了。就是美的东西啊，就是好的东西，肯定它无论如何，它都经得住这种时间考验的。就是昨天预展的时候，一位这个北京的一位老先生啊，这个反正他告诉我说，他是在胡同里跟我聊了一个事情，就说这个，他说他家里有点东西怎么着，然后呢就说或者破了他那个什么以前老邻居什么可能有点东西啊，就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越老越值钱？我说不，我说这个东西啊不是越老越值钱，大家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哈。对，它是越好越值钱。对，它跟年代没有什么确切的一个一定的关系，它有一定关系，但只是说在某些层面上有关系，但是说不是必要关系，它没有正相关。对，东西肯定是越好越值钱，无论这个东西就是哪怕是新石器时代的，还是说它是当代的，哪怕就这2年的。它只要是好的东西，它肯定才会有好的价格。就是我们大家有个口头禅叫你的东西好贵啊，你没有说你的东西真坏贵吧，对吧？那好的东西它肯定贵，因为它的好的东西说明什么？无论是在选材、制作、工艺和什么方面都很讲究，才叫好。对，它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当时就好。对，好的东西永远都贵，这个你放心，你不能说刘元生花2.8亿买一个鸡缸杯，它叫贵是吧？那你要想想啊，从明宪宗到明神宗，短这就可能还不到100年吧。就万历朝时期的野货篇就记载，当时说叫神宗时上市，御前于鸡缸杯一对值钱10万。你想想，当时就可以值10万两的时候，那你想想，你觉得一只5万两，那你觉得2.8亿贵吗？对吧？你不要想，因为这个东西好的东西它一直都贵。对，包括这个汝窑啊，它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尽犹难得。对，所以它过了没多少，它在当时就等于就是很难得的。对，就不是说好多东西你要大家想想，它贵，它肯定会贵得到底。就是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大家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好的东西除了贵没什么缺点。坏的东西除了便宜没什么优点，这个大家都经常聊的这一块啊。好，这就是开个玩笑啊，大家那个参考一下啊。哎，这个可以。